欧盟要对中国电动车征收追加关税了，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简直就是给中国电动车产业当头一棒啊！欧盟27个成员国在10月4日投票通过了这个提议，从11月开始征收 7.8% 到 35.3% 的追加关税，而且要征收5年。想想看，原本就有 10% 的关税，现在再加上这么高的追加关税，中国电动车还怎么在欧洲卖啊？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，德国这个欧洲经济火车头居然投了反对票。大家猜猜为啥？因为德国那些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的销售额占了他们总销售额的1/3呢。大众汽车都喊出来说加关税是错误的做法。可见啊，中国市场对德国车企有多重要。但是呢，法国、意大利这些国家的赞成票更多。他们可不管德国车企死活，只想着保护自己的汽车产业。这下可好，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算是要栽个大跟头了。中国商务部当然是坚决反对了，说什么必将采取一切措施，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。但是大家觉得，中国能拿欧盟怎么样呢？更糟糕的是，不光是欧盟，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也都对中国电动车加税，这可真是四面楚歌呀！中国电动车产业怕是要凉凉喽。再看看中国锂电池产业，那可真是一个惨不忍睹啊！上半年营收和净利润双双下滑，产能过剩，库存高企，产品价格还在持续下跌。业内人士都说，中国锂电行业已经进入淘汰赛了。大家看看这些数据，就知道有多惨了。中国锂电池产业链上半年营收4323.69亿元，同比下降 13.45%， 这可是近5年来同期首次下降啊。净利润306.76亿元，同比下降 11.8%。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，9家上市动力电池企业中，宁德时代一家就占了超60%营收和接近90%的净利润，其他8家企业加起来净利润不到30亿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！宁德时代这个行业龙头都扛不住了，营收已经连续3个季度下降。更惨的是，它在江西的锂矿都停产了，为啥？因为碳酸锂的现货价格已经跌到宁德时代的成本线以下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宁德时代再生产下去就要亏本了呀！整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都在往下掉，从2022年的 76% 降到今年上半年的 50% 以下。大家想想看，一半的产能都闲置着，这得亏多少钱啊？更可怕的是，2023年中国锂电池产能约是国内需求量的 3.3 倍，全球需求量的 1.5 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产能严重过剩啊！动力电池的有效产能利用率可能低于 60%， 储能电池不足 50%， 其他主材产能利用率不足 45%。这些数字看着都让人心惊肉跳啊！价格方面就更惨不忍睹了。去年碳酸锂价格下降了 80%， 锂电池价格下滑了 50%。今年呢，更糟，储能电芯的价格已经跌到每瓦时 0.3 元，动力电芯价格则到了每瓦时 0.5 元左右。这已经无限接近，甚至低于成本价了呀！大家想想看，这么低的价格，企业还怎么赚钱？不赚钱，企业怎么生存？这不就是在打消耗战吗？最后肯定是一大批企业要倒闭的。所以啊，中国锂电行业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。弱小的企业可能很快就要被淘汰出局了，只有那些实力强大、有技术优势的企业才能活下来。但是呢，即使是那些大企业，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，因为产能过剩，价格下跌，大家都在拼命压缩成本，想方设法提高效率。可以说，整个行业都陷入了一场惨烈的价格战和生存战。这种情况下，中国锂电产业想要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，难度可就大了去了。
如果欧美国家再对中国锂电池产品征收高额关税，那中国锂电产业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刚才说的那些情况已经够让人心惊肉跳的了，但是还有更劲爆的内容呢。中国现在可不只是锂电池和电动车行业出问题，整个经济都陷入了一个大麻烦，那就是产能严重过剩，而且还在疯狂往外倾销，搞得全世界都不爽了。先说说这个产能过剩有多严重，大家听好了，中国现在有100多个汽车品牌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市场严重饱和，大家都在抢食同一块蛋糕。结果呢，国内市场吃不消，只能往外推销。看看这个数据，中国在全球电动车出口中的份额从2020年的4%猛增到2022年的21%，这增长速度简直是坐火箭啊！再看看太阳能电池，那更是惊人。2023年上半年，中国太阳能板出口量年增约1/3，达到114吉瓦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相当于美国太阳能板装机总量，就半年时间，中国出口的太阳能板就能把整个美国铺满了。这种疯狂的产能过剩和倾销，搞得欧洲太阳能电池组件价格在去年底4个星期内就暴跌了50%。有专家说，这表明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抢占市场份额。这种情况被外界称为中国冲击 2.0。大家还记得第一波中国冲击吗？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。当时美国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，结果中国商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，导致美国200万人失业，其中98.5万是制造业的工作岗位。现在呢，情况可能更糟，因为中国不仅是在传统制造业搞产能过剩，还在高科技领域也这么干。比如说半导体行业，2023年全球半导体资本支出的1/3都在中国，年增28%，是2012年的5倍，北美才占11.6%，欧洲更惨，只有5.9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正在用疯狂的投资来挤压其他国家的半导体产业。更可怕的是，这背后是中国政府在推波助澜。据说，仅华为从2022年开始投入芯片生产，就拿到了约300亿美元的官方补助，这哪是在做生意啊，简直就是在打仗。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更是野心勃勃。截至2018年底，这个战略得到了800个国家引导基金的支持，总金额超过3500亿美元。他们的目标是在电动车、先进电池制造、飞机和机器人技术等领域全面超越西方国家。这种做法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，就是说，中国政府把国家的力量都用来支持企业，目的就是要在全球市场上打败其他国家的企业。看看这些数据就知道有多可怕了。世界5大企业中有3家是中国国有企业：中石化、国家电网、中国石油。中国96家最大的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超过63兆美元，相当于全球 GDP 的近80%。更厉害的是，中国政府连私营企业也不放过。2020年，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行榜上，中国企业数量首次超过美国，达到124家。而且，这个数字超过了法国、德国和英国的总和。中国政府是怎么控制私营企业的呢？手段可多了，在企业里设立党组织，派官员进驻监督，甚至要求企业给政府1%的特殊股份。这样一来，哪怕是私营企业也得听政府的话。有专家说，当美国或欧洲公司与中远海运或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竞争时，他们面对的其实是整个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，而不仅仅是个别公司。这还怎么玩？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所以啊，现在美国政府最头疼的就是怎么跟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竞争。
因为这种做法不仅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，还破坏了美国的监管和法律架构。更糟糕的是，中国政府把政权稳定放在第一位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不在乎企业赚不赚钱，只在乎能不能维持经济稳定。这就导致他们可以不计成本地支持企业，哪怕亏钱也在所不惜。这种情况下，其他国家的企业怎么竞争，根本没法玩啊！所以你看，现在美国、欧盟都在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，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。但是呢，这种做法对中国经济的打击也是巨大的。出口受阻，内需又不振，中国经济可能会陷入长期的低迷，最后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啊！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大家觉得中国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能持续多久？会不会最终把自己玩死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在野你的看法。咱们下期再见。